大陆还没有拿回台湾，西方狂捡便宜，台企加速跑路，大陆再等下去，台湾真的只剩下一个岛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随着台海局势的紧张，岛内一些人明显躁动了起来，尤其是与西方牵扯最深、长期与西方保持着紧密合作的台湾企业，不少都选择了卖身求荣。台积电跑去美国建厂，工程师和家属包机去美国，生产的还是先进的3纳米芯片，等于是把自己卖给了美国，将台积电变成了美积电。而除了台积电以外，另一家台企广达电脑公司也是在墨西哥投资了10亿美元，说是要扩大生产，但是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我们比谁都清楚。说到底儿，这就是想要跑路。当然，无论是台积电去美国建厂，还是广达电脑公司去墨西哥投资，跑路的姿势还是比较含蓄的。扯出来的理由虽然很牵强，但是不承认你也不好说什么。可是有些台企跑路的态度，那是一点都没有掩饰。不久前，在巴菲特抛售台积电股票后，台企辉能电池就直接宣布要投资52亿欧元去法国建一座新的工厂。这不仅是辉能电池第一次在海外建厂，更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工厂。这已经是把跑路2个字写在了脸上了。辉能电池对此也没有丝毫掩饰。辉能电池直言不讳地表示，自己已经不是一家台湾公司了，也不想在台湾地区扩大产能。尽管最后给了民进党当局一个面子，说不是台湾公司这句话是媒体报道失误，却也没有道歉，更没有收回这句话。而这一现象无不表明，这些台企在加快跑路，与台湾加快切割，来一个紧急避险。而台企自认为高明的紧急避险，一个个跑到西方国家，等于是羊入虎口。这些台企跑去西方国家建厂，要将资产转移到西方，目的我们也很清楚。台湾能够发展起来，少不了西方的支持。台企与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有着很深的关联。一旦大陆接管台湾，西方便可能对大陆发起制裁，台企也将遭到重创，甚至直接被制裁击垮。所以呢，这些台企就像卖身求荣，将自己变成一家西方企业，从而规避来自西方的制裁。可是这些人并没有想过，西方的胃口可不是一般的大。俄罗斯的海外资产都被吃下了，台企主动跑去西方建厂，那就等于是羊入虎口，给西方送菜。当然，对大陆来说，在两岸统一的使命面前，台企的去留都不算什么。但是台企加速跑路，大陆再等下去，台湾真的就只剩下一个岛了。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？大陆要接管台湾，也一定会接管台湾，但不代表我们就能接受。这还没被接管呢，台湾就要变成一个空壳了。到时候台湾被接管后，大陆要花费更多的资源，用于重建台湾，用于恢复台湾的相关产业。而且这种情况虽然会加剧岛内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，但是对两岸统一的抵触情绪也同样会在这一形势下滋生。或许两岸统一的大势无法阻挡，但是这样的抵触情绪也将不利于大陆后续对台湾的治理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